还有一位小伙伴发评论说：“哎，按照 MAF180训练舒服。”我的评论就是不练其实更舒服。你好，明星李波，大家都，哎，大家伙早喽！6月2号星期一，今天轻松跑了，最后一个训练日。今天咱们回评论，一会儿咱们停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衣服。今天第一次穿跑步，观众很早之前送的是北京 Just Run 跑团。一会儿等跑完了，给大家看看后背还有字儿。哦，你们看水泽先生的鞋啊，一路走，哈哈哈哈，すごい。走，那咱们今天就开始回评论，我都写在了胶布上，贴在胳膊上。有一位观众说，27岁，开始跑步没多久，然后找了一些夏训的马拉松的5个月或者4个月的课表，要准备夏训结束之后冲击全马。然后问我说，他看到这些课程里很多都是围绕，就很少有绝对速度，大多数都是阈值和有氧。然后他说，觉得自己还年轻，是不是应该调整更多的去把速度能力提上来？然后我的回答是，是的，特别对。乌鸦对着叫，就是课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觉得30岁以前的小伙伴多跑速度没有什么错，但是不能完全都是速度。我给他建议就是可以把他找到的课程里15%的跑阈值的东西换成更顶一些的跑间歇，跑最大摄氧量。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就是很聪明的人。就我不能说我说的是对的，我也不能说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只有不断思考，不断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才能越来越好。我觉得特别对，小伙说的也特别对，就是年轻人把速度往上拉一拉没什么错，但是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瓶颈。这一会儿最后的问题咱们再说。然后下一位小伙伴说，很认真在训练，说冬训的时候12月和1月都在500公里以上，2月也有400公里。但是呢，他一上赛场就不行，最好成绩2小时51，就想破2小时50，冬训之后，但是都失败了。后程会抽筋儿，会走路，他甚至在4月份北京半马17公里就走路了，走了几百米，说实在顶不住了。我觉得他的更多的问题可能出在，要么因为他没有说他跑了多久，要么就是积累还太少，要么就是心态很不好。积累还太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也见过说没跑2-3年就能把月跑量顶到500甚至600，但是呢上赛场还是不行。就是他还除了你的月跑量，还有一个你累计跑了多少。如果你是之前一直300多，你借着去年冬训把月跑量顶到了500，坚持了2个月，其实它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什么东西。马拉松这种东西的进步基本上是以年为单位来审视自己的，就是他太想要，然后就太过紧张。我猜想他那17公里的走路也不是迫不得已的，可能就是觉得不行了。我觉得马拉松这个事儿是心理和精神都要去建设、去训练的。这就像我跟很多小伙伴说，你看我的半马只有1小时27，我全马也跑进3小时了，
你的那个速度理论是不是不对？因为我总说差不多普通人，没什么天赋的普通人，全马想进3，半马怎么着1小时25。但是我会忽略一点，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看我的大阪的半马，最后有很多赛道上的录像，我最后冲刺的实拍一镜到底，还有我那些10公里5公里，你平心而论，你的半马是这么顶下来的吗？如果不是，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最好成绩。就像我自己反思我的全马，我的全马也不是我半马那么顶下来的，我的全马还能就是在现在的能力上，其实成绩是可以更好的。但是每个人就普通人很难做到把自己能力完全体现在成绩上，这就是我们和专业运动员的区别，巨大的区别之一。下一个说夏天太热，同样的跑步心率高，累跑不动，然后心里有压力，那很正常。我到夏天也这样，多过几个夏天就释然了，就淡定了。我到夏天跑15公里都挺累的，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是不是？你到夏天跑量稍微降低一点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一听到这个就说啊，那夏天我就不怎么跑了。就像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很多科学训练的推崇者，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心理要比想象的和科学训练里提到的那些要脆弱的多，就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精神上先输了。所以如果你听了太多那种劝你张弛有度啊，见好就收啊，一般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反映在我们的行动上就是收的太早了。所以多逼自己一步，这个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叫冒进，因为我们基本上达不到冒进那程度。就我说的是身体上。那走。还有一位小伙伴发评论说，按照 MAF180 训练舒服。我的评论就是不练其实更舒服。我不太推崇这些理论，对，因为首先心率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做难事我都不能说必有所得，叫做难事偶有所得。你总在这个舒适区，你说能得吗？可能也能，但是得不到什么。对，你现在去上小学1年级比这个口算，那你肯定是冠军，那都不一定，对，就这意思。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当然了，得看目的。你的目的如果就是锻炼身体，早上起来遛个弯，那没问题。真心话，我就敢这么说，你跟着这种理论练，你能跑出好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很少说这么绝对的话，那除非你是退役运动员，退役运动员就不相信这些鬼话了，是不是？还有什么？不要用鼻子呼吸。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又是1000年的老话题，关于跑姿。因为昨天发了5公里那个视频，你看每个人的跑姿都不一样。然后小伙伴就说呀，怎么办呀？首先有的说的是好喜欢田中女士、田中先生的大步幅，有人说好想按照我这样的高步频去练，这样不容易受伤。其实受不受伤跟步频关系真的没那么大。还有就是跑得好看不好看不是你能决定的。我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又听了一遍李丽教练那期信口开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段鑫哥问他说，你现在在黑马或者怎么样，你的选材的标准你都看什么呀？怎么能看出这个运动员能跑出来有未来呢？
你看李毅教练说了一句特别对的话，他说首先看的更多的还是天赋，然后天赋是什么？李毅教练说的是看看他的跑姿，这我说清楚了吗？所以没有说的话就是，如果跑姿能学能模仿，那谁都会被李毅教练选上，同意吧？他也就不会用这个东西去选材了。是不是也佐证了我的观点？你说跑姿能优化吗？是可以通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变得更好，但是大多数东西是刻在你骨头里的东西，尤其是我们成年以后才开始跑步，甚至30岁之后才开始跑步，那基本上是改不了的，真的是改不了的，就这样了。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事儿的观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姿势和动态其实是你能力决定的，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状态，你就是不行，这真的没办法。行吧，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咱们训练后再聊。6月2号星期一清晨，都7点半多了，轻松跑了14公里。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平均配速5分20多。碰见朋友走2步聊聊天还，刚才特别逗。从大阪城回来，过一马路，我看前面一位女士跟在那儿跑步。我在这儿时间长了，大概一眼能看出来是不是本地人，是不是日本人，还是来的游客。我感觉像是游客。然后我正好跑过去，然后他一看我后背字儿，一看，嘿，北京。然后我一听口音也是北京，然后来旅游吗？他说来旅游。从哪儿跑来的呀？他说从曼波一路跑到大阪城跑了一圈再回去。这一圈不近呢，这一圈超过10公里了，应该差不多10公里左右啊。所以就是现在出来玩、旅行、出差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好像还是挺少的。2015年的春节，我刚开始跑步不到半年。公司一起就是来大阪，那是我第一次来日本，先来大阪，然后去东京，然后从东京再回北京。那次几乎就完全停跑了，因为玩的就特累，这边哪儿都得走路，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养成日复一日的训练的习惯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衣服，能看见吗？还行哈。昨天正好刷某书刷到的他们跑团发的笔记，我说今儿穿这个还行，夏天了挺舒服。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明天休息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